每天凌晨4、5点，长堤已经车灯连成一片。有人凌晨5点起床，有人每天来回4、5个小时，有人1年下来把上千个小时花在排队上。很多人以为这就是新马跨境生活的常态，但现在这种情况可能真的要改变了。近日，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在柔佛麻坡出席活动时，透露了一个震撼两岸的消息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计划在明年1月，共同在场地的2国关卡推出全新的出入境数码系统。虽然为了遵守选举期间不得以政策拉票的条例，安华并没有在现场透露更多关于系统底层的技术细节，但他言语中透露出的信心，让整个长堤两岸的通勤者和商界都为之振奋。他直言，自己已经和新加坡总理黄循财达成了默契，新系统一旦落实，将能大幅度缩短两地通关的时间。消息一出，网络上的讨论瞬间炸开了锅。很多人最直接的反应就是，以后是不是终于不用在长堤上堵4个小时了？是不是终于可以多睡2个小时了？不过今天我们真正想聊的不是堵车，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。为什么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会在这个时间点一起升级整个通关系统？因为真正改变的远远不是排队时间。要理解这次数字通关升级的深远意义，我们首先得重新审视柔佛长堤本身的价值。柔佛长堤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大桥，它是全球最繁忙的陆路口岸之一。这座全长仅1056米的堤道建于1923年，至今已超过100年历史。每天有大约30万到45万人次通过长堤往返两地，日均通行车辆约6万车次。有人去上班，有人去读书，有人送货，有人做生意。也就是说，这里每天流动的不只是人，还有资金、消费、物流、供应链和企业合作。所以这里堵住的不仅仅是一条路，而是一整个区域的运行效率。举一个简单例子，如果几十万人每人每天因为通关多花30分钟，累积下来就是一个惊人的时间成本。有越低族就曾申诉在高峰时段花4、5个小时通关，政府也设定了将高峰时段拥堵时间减少70%的目标。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每日通过雾兰关卡的旅客已达32.7万人，较前一年增长约 22%， 而到2050年预计将达到每日40万人。2025年全年，新加坡的通关总人次达到2亿4486万，其中陆路关卡就占了 76%。 对于企业来说，员工迟到、运输延误、物流成本增加，对于整个区域经济来说，时间本身就是成本。所以新加坡一直把关卡效率看成国家竞争力的一部分。很多人听到数字通关，第一反应就是以后扫码过关。其实这只是表面，真正升级的是整个通关流程。未来可能包括提前提交资料、二维码通关、生物识别验证、自动闸门、车辆自动识别和后台数据互联。以前是到了关口才开始检查，未来很多验证可能在抵达之前就已经完成。这意味着等待时间减少，人工操作减少，整体效率提升。根据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的数据，自动通关系统已将平均通关时间从25秒缩短到10秒。马来西亚方面也计划安装更多 e-gates 和二维码扫描器，预计能将处理能力翻倍。所以数字通关并不是简单换一套系统，而是把整个边境管理变成一个数字化系统。世界很多国家还在不断扩建关卡，而新加坡更关注的是如何让同一条通道通过更多的人。因为真正决定效率的，很多时候不是道路宽度，而是系统效率。如果把最近2年的新闻放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数字通关其实只是其中一块拼图。第一件事，柔新捷运系统正进入最后建设阶段，预计2026年年底建成。这条全长约4公里的跨国轻轨，以高架桥配地下隧道的方式穿越柔佛海峡，双向每小时最高客运量可达2万人次。目前8列列车已全部运抵新山段场，
项目已由建造铺轨阶段转入车辆调试阶段，通车后预计能分流长堤一半的客流。第二件事，柔新经济特区不断推进，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关注跨境布局，有人负责研发，有人负责制造，有人负责物流，未来两地之间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。第三件事，现在又宣布数字通关，这些事情看起来互不相关，其实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目标，让跨境流动更高效。如果交通升级了，产业升级了，但关卡还是堵，那么很多优势都会被抵消。所以，数字关卡其实就是整个跨境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设施。安华在讲话中也提到，内政部正在通过移民局加大力度改善入境关卡的检查程序，系统完成后，还将新增一条从新加坡通往新山的通道。他还提出了更长远的愿景，通过加强国内高科技产业生态，减少劳动力对跨境工作的依赖，让年轻人可以在国内获得不错收入，不必每天排队几小时过境上班。很多国家解决堵车的方法是修更多的路，建更多柜台，增加更多工作人员，而新加坡一直有另一种思路，优化流程。因为流程优化一次，未来每天都受益。数字系统上线后，不只是游客更方便，企业运输、商务往来、跨境就业都会受益。新加坡还计划扩建雾兰关卡，整个重建与扩展计划将分10至15年进行。新加坡已向马来西亚购买了2幅总面积 0.79 公顷的土地，用于扩建。扩建完成后，高峰时段的平均通关时间有望从目前的60分钟大幅缩短至15分钟。对于一个高度依赖国际贸易、人才流动和区域合作的国家来说，每节省1分钟都会不断累积成新的竞争优势。所以，在新加坡看来，关卡不是简单的边境设施，而是国家竞争力的一部分。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次通关升级，其实它更像是一种新的区域协作模式。未来，随着 RTS 投入运营，数字通关逐步完善，柔新经济特区持续推进，两地之间的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和产业合作都有机会进一步提升效率。长堤存在了100多年，它一直是一条连接两地的重要通道，而现在，它正在承担新的角色，不仅连接2个国家，也连接着一个更加紧密协作的经济区域。很多人关心的是以后过关还能不能堵4个小时，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，为什么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要一起投入资源升级整个通关系统？因为未来真正重要的，已经不是谁拥有更多土地，也不是谁修了更多道路，而是谁能让人才、企业、资金、货物流动得更快。数字通关缩短的不只是排队时间，更是两地协作的距离。所以，升级真正的意义，不只是让每天往返新马的人少等几个小时，而是在为未来几十年的区域发展打下基础。当长堤上的等待越来越少，新加坡和柔佛之间的联系也将变得更加紧密。这场看似只是通关升级的变化，真正改变的或许才刚刚开始。最后想问问屏幕前的你，如果你每天都要往返新马两地，你最希望数字通关系统先解决什么问题？是缩短排队时间，还是简化通关手续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